在未来，会不会有这样一场战斗？前线激烈拼杀，我们却看不到人的身影。最强大的武器不再是导弹、火炮，而是芯片和看不见的电磁波。扭转战局的制胜一招，不是来自人类指挥官的灵光一现，而是来自机器上的数据和算法。或许这个未来，就是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和无人化作战系统的发展呢，正在加速叩开未来智能化战争的大门。那无人装备加速发展对现有的作战模式会带来怎样颠覆性的改变呢？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第13届中国航展，来看一看航展上的无人装备。在第13届中国航展的飞行表演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人机的飞行表演。这项新奇的表演项目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彩虹4无人机已经开始滑行了。那在固定航线的这种飞行表演当中呢，无人机基本上是不需要人来控制的，而是机载计算机的大脑自己进行控制飞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起落架跟地面上的黄色标识线呢是高度吻合的，说明它的自主控制能力呢已经是非常强了。那现在呢，彩虹4无人机正在进行一个低空的通场。那无人机的飞行表演呢，不像有人机有很多的机动动作啊，因为无人机它的作战任务主要就是在作战上空进行这个盘旋。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大概有200米。这次这个彩虹4无人机它飞行表演的一大特色呢，就是在这个飞机下方装有一个高清的光电吊舱。那这个光电吊舱呢，可以在空中把航展现场的画面实时的拍摄下来，并且传递到地面的这个大屏幕上。那这样的一个上帝视角的这种图像呢，在实战当中可以使这个无人机即使在损毁的情况下，也可以把无人机损毁之前拍摄到的画面传到地面上。经过短暂的飞行，彩虹4无人机自主下降，平稳降落在跑道上，并自主驶出。与81飞行表演队紧张激烈的大机动动作相比，无人机的飞行表演好像有点平静，平飞、盘旋，最多飞一个8字盘旋。我想驾驶无人机也应该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儿。正好在航展的展馆里有很多无人机的模拟训练系统，我决定去那里体验一下。我应该怎么操作呢？这个是现有无人机的光电侦察设备的一个仿真操作，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操作杆进行操作。那对您过就是我这个视角现在是光电侦察设，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光电吊舱的一个视角。光电吊舱的视角。对，它挂在无人机的下面。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是模拟一个在黄昏一个能见度不太高的情况下来寻找我们的目标。我就完全看不到目标啊。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的红外模式。这样可以了。对，然后我们再先放大一些。放大。放到路上有个小亮点。小亮点，这个白的吗？对，白色的这个，我们可以再放大一下观察它。对，我们可以发现，在红外模式下就可以看到发射的这个车辆。好。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锁定。锁定的话，我们直接用触摸屏就行。这是个触摸屏是吧？我直接摁住它就可以了。直接摁就行，然后这时候这边松手。好，锁定了。锁定以后，我们
如果对它进行火力打击的话，就是按照流程进行操作就可以。首先点步骤1，步骤1，步骤2，然后步骤2，然后3在上面，对。哎，我就这么按顺序摁就可以了。先要点照射，在4之前按照射，对，照射距离是5000多米，然后再点一下4，对，5、6。我这几个步骤都是在干嘛呀？这几个步骤的话，就是在做武器的，像刚才我们点完以后，它会有个灯，就是自检、记照、搜索、发射允许和离轨。之所以我们设置成1、2、3、4、5没有写的话，因为这个我们在模拟训练系统，这是一个初级的训练阶段，就是让学员在点的时候，他自己要反应我点的是什么。因为在等他训练过后，熟练掌握这个流程以后，他再用那个更高级的软件的话，会显示出来相应的。就先给他用一个手动挡，对，让他熟练。对，让他在用的过程中自己能想起来是什么。好，现在我们看已经摧毁了，哎，对，已经这么快。是的，我看这个，我刚才都没看怎么给它摧毁的。距离5000多米，大概飞行时间在12、3秒左右，它就能。就我刚才摁到步骤几的时候，这个导弹已经发射了。摁到步骤6的时候，这个离轨的灯亮起来的时候，离轨就说明导弹已经离轨了，然后已经发射出去了啊。这就打中了，我好像只按了6个按键。整个任务过程中，大部分操作都是由电脑自主完成的。相比于有人机，无人机对飞行人员的操作技巧要求大大降低。看到屏幕上的目标变成了一团火球，我不敢相信我就这样完成了一次无人机侦察打击的任务。发现我们这个无人机的操作非常简单，就是在发现目标以后，用手直接触摸就可以完成锁定，然后锁定后插打一体无人机的话，就发现即打击，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流程啊。我在想，100年前坦克被称为陆地之王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呢？在无人机的上帝视角下，被锁定的地面目标变成了活靶子，只能默默承受一切。我们再大胆地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种察打一体的无人机飞得更高，速度更快，会带来怎样的颠覆呢？在航展上，我们不需要想象，直接来看真机。这型飞机呢是一个高空高速插打翼的无人机，它的主要特点呢，一个是飞行的高度比较高，目前它的巡航高度一般在15000米。巡航高度高了呢，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来讲的话，整个的战场生存能力比较强，一般的防空火力，像比方说我们的火箭弹啊，对它来讲是构不成威胁的。另外一个好处呢是，飞行高度高了以后，如果要是把挂载的导弹投下去以后，导弹借助高空的这种滑翔，可以增加导弹或炸弹的射程，对这个未来的防区外的打击带来了很高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另外一个特点呢，这是一个高速的无人机，我们采用的是喷气式的一个发动机，它的整个的正常的巡航速度呢，一般在600公里每小时左右啊，所以它比采用活塞式动力的或者螺旋桨那种发动机呢，整个速度提高了4到5倍，极大的缩短了作战的。这型无人机呢，我们从今年1月份首飞以后呢，我们这个后来进行了多次的飞行实验，已经对这个平台的性能以及它挂载导弹以后的整个武器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验证。应该来讲的话，目前这型产品已经非常成熟了。和猎鹰同步展出的还有它的18般兵器。除了擅长单打独斗，猎鹰还能和其他无人机组成察打一体单元，将出现在电影中的编队作战镜头带进了现实。未来无人化战争在信息化、无人化以及这个精确打击方面提了很高的一些需求。
那这型无人机呢，我们作为一个空中的侦察打击的一个节点，在借助我们比方说天鹰隐身无人机在前端渗透敌军侦察的一些信息支持下，可以把一些信息传回到这型无人机。这型无人机在对目标进行确认以后，可以直接执行精确的打击。所以隐身无人机和我们这型插打类的无人机，以及精确打击的一些导弹武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无人作战体系。在日益完善的无人作战体系中，有人无人协同的作战方式成为了常态。早在几年前，国外就提出了中程僚机的概念。中程僚机就是为有人战斗机找一群忠诚可靠的无人僚机。有人战机置身于攻击目标的防空火力之外，指挥无人机实施隐蔽接敌、冲锋陷阵。在这次航展上，我甚至已经可以模拟体验一下怎么和我的无人机战友一起作战了。不过首先我得先能让飞机飞起来。拉下面那个杆子就开始。好，按照这个按钮，对，抬起来，然后往前推。您可能也看出来了，我是一个飞行模拟器的新手。如果我的无人僚机能足够智能，它可能会对有我这么一个掌机感到无奈。就在我手忙脚乱地找飞行角度的时候，敌机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对，然后这个黄色的三角表符号就是敌机，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在座舱下线嵌入了这样一个辅助决策的界面，这边是可以实时的根据当前的态势，感知出我方的攻击威胁有多大，然后也是记录了整个战场的这个态势变化。现在敌方的意图是100%。对，现在敌方应该是在采取一击诱敌深入，然后一击回撤这样的一个战术。一击诱敌深入，一击回撤。对。那他给我的战术推荐是什么呢？以及我方是一个僚机向前、掌机在后的这样一个楔形队形，去应对敌方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然后并且给出了具体的这个战术战法如何去执行。前面去攻击，然后我躲在后面，对吧？对。这个战术，这个战法我还挺满意的。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个战术的意思就是跑，让僚机上。智能大脑的战术建议确实有点不讲武德，但是这确实好用，因为在实战中，一架无人机的价值可比一架有人驾驶的战机低得多。而在和我的无人僚机纠缠的时候，敌机也会失去空中作战的优势位置，成为我可以轻松打击的靶子了。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套系统是可以实时的分析敌方的意图，然后来提示我方的战术。这里面是融入了大量的空战经验知识，以及我们自主构建的基于遗传模糊术和深度强化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决策体，然后去实时的规划这样的战术执行，然后也在掌机那边给您推送，然后僚机去执行这样的战术，然后您可以选择它执行这样的战术，或者是执行其他的战术。对，因为我们会实时推送出不止一种战术。那像我这样就完全没有飞行经验的人，像我刚才我也锁定了这个敌机，对吧？对。通过智能大脑给出的战术解决方案，我一个新手也能轻松躺赢。可以想象，在未来战场，飞行员有了这种管理系统，就可以从繁重的飞行任务中解救出来，成为真正的战术大师。我用什么办法去对他？我几个机器人怎么协同？谁先打谁后打，谁从这边绕，我从这边绕，他必须有个筹划。筹划出来以后决策，我决定用哪一套方案。所有这些东西这计算机，正在逐步的向实现这么一种理想这么境界的这个方向在发展。这就是这么发展。人脑人也来记。人脑算不过来。要空战这么快，如果同时出现几架飞机的时候，你是肯定应对不过来。不过，既然要有一架无人机和我并肩作战，我对它还是有点要求的。我希望它和歼20一样，耳聪目明，感知能力强，同时又有隐身能力，让敌人发现不了。我在现场看了一下，有一款好像挺合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飞鸿97，
中程高速察打一体无人机。它呢采用了隐身化设计，可以高速隐蔽突防，到达敌占区上空以后，可以投放出12枚巡飞弹，实现对地面目标的大面积饱和压制。一旦发现地面目标，那么巡飞弹就可以开展自主攻击。巡飞弹可以理解为一种小型察打一体的无人机，让大无人机带小无人机出战，感觉就像一个空中套娃。而事实上，未来随着无人机谱系的完善，无人机在战场上就是会像这样一层一层的使用，出现在战斗的每个阶段。在未来的作战中，那首先呢，我们的这个707就是我们作战的第一波力量。那么第二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察打一体无人机，还有电子战，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叫电抗无人机，去进行一个，比如说电磁压制，然后进行对一些坚固目标的一些打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地面部队就可以开进，我们的地面部队就会携带这种班组或者说小型的一些无人机，然后跟随他们前进。所以，除了我们常见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外，未来甚至地面部队中的班组，甚至是单兵，都可能具备使用无人机的能力。这种能力正在变为现实。大家现在看我旁边这套装备啊，可以说是史上最酷的外卖小哥了。那它的外卖包里装了什么呢？就是这个，我叫它会飞的保温杯。为什么这么叫它呢？大家可以看啊，这是我自己的保温杯。那它们俩的外形呢，不能说是极其相似，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微型的攻击型无人机，那它的重量呢只有850克，跟一瓶矿泉水的重量差不多。那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啊，就能在战场上完成察打一体的任务。小巧的身躯，便捷的操作方式，这种微缩的无人机拥有很多现实的作战场景，成为无人机提升战士作战能力的神器。而事实上，用无人系统去提升有人系统的作战能力，方法还有很多，有的还体现在作战以外的领域。那大家可以看现在我旁边的这款无人机啊，那通过它的这个材料和这个外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具备一定的这个隐身能力。那这样一款先进的无人机，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大家可以猜一下。那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啊，它不是做进攻用的，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担负蓝军任务的一款无人机。我们常把军事训练中的蓝军力量比作战斗力的磨刀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块高科技打造的磨刀石，它的作用就是更真切地模拟空中战场上的敌人。这个飞行器是模拟蓝方的第3代、第4代的这个主战飞机。那么它具有这么几大特点：第一呢，就是长航时、大机动、隐身、可以回收。航空兵的部队，他们可以用真实的武器来攻击我们。我们呢，作为蓝军，无论是作为单机、双机，还是作为编队这种方式，实现这样一个实战化的对抗。如果是红方的导弹来对我们进行袭击的话，攻击我们可以通过薄条干扰弹、红外干扰弹这种干扰策略，从而能够实现对于武器的规避。那么同时呢，我们这套飞机呢，飞行器它具有这个大机动的这种性能，所以说在遇到袭击的时候，也可以采用大的机动来实现规避。当这架无人机升空后，它可以从外在的飞行状态到看不见的电子信号特征以及战术战法，对假想敌进行全面的模拟。它甚至知道怎么规避导弹、释放干扰，或者怎么和其他战机协同，模拟作战体系。无人机的应用在提高有人机作战能力的方向上，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无人装备的型号井喷式的涌现，类型不断翻新，应用不断创新，这样的情况还不仅仅出现在天空中。在中国航展的兵器馆，这样形似坦克的战车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无人战车了。
这个呢也是我们基于这个陆军的实战的需求，研制了一款具有实战化作战能力的中型的无人战术平台。它呢，你看到啊，它的火力还是非常的强大的。我们是有一款30毫米的自动炮作为主要的武器，那旁边呢还有并列机枪。同时呢，这个炮塔还可以发射反坦克导弹，在它的侧面还有2枚反坦克导弹。那从防护性上来说呢，它旁边有这个烟幕弹的发射装置，可以发射这个烟幕弹。大家看到这个我的这个炮塔，它有2个完全一样的光电装置。它呢，其中的一个呢是用于搜索锁定目标，那另外呢一个呢是用于这个火炮进行射击的。跟随这样无人战车同步展出的是一个各种类型无人车组成的家族，它们有的火力强劲，擅长突击，可以搬运弹药伤员。未来战场上大量的无人装备可以共享信息，去完成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可以跟我的比如说装甲机群去协同作战，它可以去做一个前突，到一个我可能状态未知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危险伏击的地方，那它先过去，这样的话我可以避免由人开车上去以后呢，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我们无人车做无人平台、无人装备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接触的零伤亡的一个作战。让无人系统相互协同，去代替人完成任务，减少人的风险，是无人系统大量应用最重要的效果。听着充满了科幻感、未来感，但事实上它已经来了。我是说，就在航展现场，我们就在使用这样的人机结合系统。那我现在位置呢，就是中国航展附近的海域。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边有4艘这个巡逻艇，即将出海执行一个安保任务。那这2艘艇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巡逻艇了。那这边的这2艘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啊，它们没有这个人员乘坐的座位。那这2艘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无人艇。那这届航展呢，也是首次使用这种有人艇和无人艇搭配一起来执行安保任务的一个方式。我们的巡逻艇在海面上高速行驶着，无人艇就跟随在我们左右。事实上，它们的速度和机动能力要比我们的有人艇更强，而且可以在海面上不知疲倦地持续巡逻。这对航展这样重大活动的保障工作尤为重要。后面就是我们的航展馆了吧？是的，这边就是我们这次出海航展的场馆。往届航展我们水上安保呢，主要都是靠有人艇，然后这一届航展我们新加入的就是我们无人船的这一个元素，可以向科技要警力，减少我们这个日常警力、水面警力的日常投入，然后让我们警力配置更加多元，实现更全时段的一个水上的一个安保任务的一个保障。而我在航展的室内展馆也看到了这款无人艇，在海上觉得是艘小艇，但进到馆内，它也算是个大个头的展品了。那我身边这艘呢，就是为本届航展保驾护航的无人艇系列，它不仅可以自主进行这个警戒巡逻的任务，还可以像鱼群一样进行编队。这是无人艇进行协同任务的画面。当无人艇通过观察设备发现海上来袭的不明船只的时候，各艘艇似乎在无形的指挥下摆好一个滴水不漏的海上防线，对来袭的船只进行阻拦和驱离。多条艇一起联合起来的时候，它的个人的大脑就可以跟其他艇的大脑进行信息的共享联动。通俗来讲，比如说我的光电教商看到了什么，我马上把我看到的跟我伙伴讲，那么他同时也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个目标之后，大家就可以一起跟团队合作一样，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决定，我们要对这个目标去进行怎样的一个围堵拦截。就他所有的那个解决方案嘛，他比如他遇到一个什么解决方案，都是你们预先输入信息来吧？不是这样的，这就不叫做
就不叫做那个自己有大脑了。我预先告诉他就不叫大脑，我只是预先告诉他，给他有一个很大量的数据库，去感知和判断它是一个什么的类型的目标。这种类型的目标出现在这个环境，有可能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然后他会去对这个信息提取和判断，来自我决定对这一类型的目标，我是否是去驱离，还是我可以不用去管它。形形色色的无人机、无人战车、无人舰船闪耀在本届航展的舞台上，而由无人装备带来的全新的作战模式，势必会引发很多思考。当无人装备与有人装备协同，也与其他无人装备进行自主通联的时候，还能诞生出哪些让我们惊讶的应用？这都是未来需要人们去探索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当高技术战争对快速准确的行动要求越来越高，甚至超越人体极限的时候，无人技术就必将会成为下一个军事技术的制高点。你光靠人脑是不行，计算机它一定给你算出敌人有哪几种方案，它都可以算的。就像下棋，它可以看可能上百，这是我们需要对无人机，它可能是颠覆战场的一种制胜机理，要从予深刻的认识，一定要深刻去认识。